那么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凤山寺，严格来讲是比来佛寺还来得早。OK， 在1976年的时候，因为 Bukit Brown 要发展那个 Lornie Road， 他们又被搬迁到Ban Le Tekong。 我们当时在修的时候呢，一砖一瓦必须要修旧如旧，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的面貌。差异，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闽南人、福建人的民间信仰传统。OK， 它是由一个人那么变成神。 以往的这些习俗尽量保存好，我们希望把这个忠孝仁义呢传播出去。那么渐渐的呢，我们就扩大了，就是你拿家里拜的也行。那么你甚至庙宇你没有你广州中不是主神的，我们也说。 墓碑，南安31先贤啊，这是个吗？就是这一个哦，跟墓碑啊。你看南安31先贤，你看到吗？哦，你没说我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进来就是两边，它的这个结构雕刻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看，那这个梯级有什么奥秘吗？这个梯级啊，梯级，等一下你自己走，你算一下，你就会知道它的奥妙在哪里。好。 大家好，我是戚少爷啊。今天呢，我就在圣宫文化，今年是办第4季吧。第4届的圣宫文化的这个传承大典。对，然后呢，在这边呢，我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可以采访，就是圣宫文化的主席，就陈义福先生嘛。你好。那你知道啦，我都是 connect to third generation， 就是跟第三代。好。就是我要让他们接触这个圣宫文化那种，为什么会有这个圣宫文化呢？好的，可以，好。 如果讲这个传承哈，我们这个圣宫，它是出生于923年，就是公元923年，至今应该是差不多1100岁就对了。好，那么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凤山寺，严格来讲是比来佛寺还来得早。好，为什么呢？就在我们这个凤山寺的山脚左侧，我们这样向外看，左侧，我们那边有一个墓碑，就是在1826年的时候。 在 Trust Street 那个地方，现在的丹雍巴嘎 Trust Street 为了要盖这个庙，我们把31座没有人看管的南安人的坟墓，就是把他们清出来，再把它移到那个现在的 Bukit Brown。OK， 在1976年的时候，因为 Bukit Brown 要发展那个 Lornie Road， 他们又被搬迁到Ban Le Tekong 万里德光，就是现在的 Zoo 那个地方。OK。 后来把内德宫那边又政府搬迁，才搬到我们这边来。所以经过4次，就是3次的搬迁，才到落户在这个地方。是。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也就是一个我们圣宫的那个精神的一个传承，因为我们就是尊敬我们的祖先，尊敬我们的先人，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点。 那么这个凤山寺在这边呢，就是从 Trust Street 在1908年又因为政府扩建，当时殖民地政府扩建，我们才搬到这一座山。刚才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一座山当时就叫做 Institutional Hill。Institutional Hill。Yes。在1908年那个时候呢，本来佛寺书院要盖在这边的 ，RI 要盖在这边的。 那么当时的建筑家就是林禄就是林谋胜的父亲，他给予特别高的那个标价，因为在山头嘛，
就把那个政府给吓跑了。就他们过后把这块地买下来，那么就那个凤山市就从 Trust Street 就搬到这边来，在1908年开始盖，1913年完成。好，至今也刚好差不多将近109年，就是移来这边109年。那么今年是185周年 ，since 1836年就对了。比来佛寺还早。如果说严格的南安人在这边是比来佛寺还早，那个是肯定的，就对了。好，那么185年的庙肯定要经过很多次的这个重修。我们最大的一次重修，上一次是在2008年，我们叫做落架大修，就是整个屋顶全部拆下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当时白蚂蚁的腐蚀是很恶劣的。那么这一座庙呢，在我们新加坡也是一个古迹保存的一个建筑物，永久保存的一个是永久保存的，对，就是古迹保存局很严格的看管。我们当时在修的时候呢。一砖一瓦必须要修旧如旧，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的面貌。所以我们当时是特别请来了中国故宫博物院的顾问，这个福州、福建这些修旧的专家过来修复。所以在2010年我们完成，好，2010年完成。2010年完成以后呢，我们当时获得了几个大奖，一个就是 UNESCO， 就是世界教科文组织。所颁发的那个 UNESCO Award 就是 Excellent Award， 当时在全世界获得这个 Award 的没有几个。OK， 因为他在考核这个奖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修，你的筹款是怎么来的，那么你们的记录又怎么做？那我们当时呢，就是说我们这很多这个柱子呢有腐蚀的，我们是做手术的。做手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有一块地方是腐烂的，我们把它切出来，再用一块新的木头把它塞进去，就做手术就对了。那么我们有一些雕刻，比如说2个角把白蚂蚁侵蚀了，我们把中间的部分又保留下来，2个角重新雕刻以后又把它切回去，就是不准换新的，就是要把它能够保存就保存就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把这个庙修好，那么我们把它恢复。就是说，比如说100年前的面貌，因为100年来有经过几次的修复，但是当中有一些原貌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好，我们把那个修好以后，我们连续获得了几个大奖。好，那么在那次以后呢，就是2010年过后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南安会馆管辖的嘛，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庙在养会馆，因为庙的收入很多，会馆没有收入，庙在养会馆。那么如今刚好就翻过来，就是转过来，会馆开始有一些收入，会馆在管庙了，就是重修啊这些是我们在管。那么这个是一个硬件，非常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这个雕刻包括中国的那些建筑专家来新加坡的时候，他都很惊讶，他很 surprise，they got a shock。新加坡也有这样的建筑物，古建筑，就好像一块艺术品。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硬件。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圣宫可以流传1000多年，而且它是一个真人真事？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道教的神明又有一些差异，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闽南人、福建人的民间信仰传统。OK， 它是由一个人那么变成神，那变成神之前可能是鬼，所以我们叫鬼神，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它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讲它的教义是忠孝仁义圣公小的时候，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没有钱葬父，他是卖身去帮人家看羊、牧羊葬父。又因为他懂得敬老尊贤，他获得了一个就是风水师的眷顾，指引他一块风水宝地来葬他的父亲。那么他最后选择万代封侯，就是要照顾很多后人就对了。因为他孝顺，所以他是一个孝神他成神以后，不断的显灵，帮助历代很多的那个皇帝，所以呢，就一直不断的被封新的封号，所以这个是宗那广泽中也很多显灵的事迹，就是保佑世人就对了。很多人有问题去找他，那个显灵的事迹很多
所以我们讲忠孝仁义，义就是正义感，就是要有正义感。那这个就是它的 software， 我们讲它的 software， 我们先不要讲宗教，这个是一个它的精神，我们拜这个圣公的一个 belief，OK。那我们要怎么样活用这个忠孝仁义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每个地方，它传到这么多个国家、这么个地方、不同的地区，忠，你去到哪里，你要忠于每一个地方 ，you got to be loyalty。那孝呢是这个没有的 compromise， 就在家里孝顺父母，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没有得讲啊。人呢，人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他，我们并没有关系，但他有困难的时候，我帮他，这个是仁慈了，比 obligation 还要深一层了。好，义就是每天都必须要做有正义感的事，正能量的东西 ，positive。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传承的过程，除了把我们的 tradition 呢，就是说以往的这些习俗尽量保存好，我们希望把这个忠孝仁义呢传播出去。传播出去怎么做呢？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些信众，每天呢就是把这个忠孝仁义用好，成为你每天生活的一个 habit， 你的习惯。那在不知不觉中呢，比如说你忠于你的国家，你忠于你的公司，你的老板 ，OK， 公司一定很强的，国家一定很强的，好，忠于你的家人，好，孝顺父母 ，OK。我时常讲一个笑话，就是小女孩如果要找老公的话，这个人如果不孝顺，基本不可以要，因为这个是一个 basic 一个基本的要求，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孝忠呢？你懂得孝顺父母，你就基本坏不到哪里去，啊，这个是一个。那仁慈刚才我讲过了，义就是正义。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把这个忠孝仁义用好，我们的国家社会一定会很和谐，国家一定会很强，你家庭会很美满，对不对？那整个社会充满了正能量，这个就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真正想要做的呢，就是说，希望把就是我们的信众啊，你拿香也好，不拿香也行，每天把这个忠孝仁义用好，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把人做好，就是基本就是把人做好了。那我想请问你，就是你办这个圣公文化呢，就在本地的庙宇文化方面呢，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好的这些想法灌输给大家。那你看，今天你看到了这么多人，我们在当时在组成这个圣公文化的时候呢，当时只是邀请那一些供奉广州中为主神的神庙来参与。那么渐渐的呢，我们就扩大了，就是你哪怕家里拜的也行。那么你甚至庙宇你广州中不是主神的，我们也收入，因为其实很多这些神明、这些民间的信仰，其实流传的东西都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很多多兰公经，他们都是忠贞爱国的。那么要不然就是说帮人医病显灵，各个方面的这些很多都是真人真事的。那我们就广纳这一些庙宇，大家共同来做这一个传承。那么我们又保旧，就是说能够保留的、应该做的，我们就做。比如说这个绕境游境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包括到今天，祖籍地很多祖庙，每一年都有好几次的这个绕境。当地的绕境是什么呢？神明到家家户户去巡一下，巡安就是巡安的意思。好，那我们新加坡呢，因为现在政府管制各方面我们要遵守，但是呢也尽量做这些保留。好，那另外其他的祭拜仪式呢，有些也已经简化了。那当然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就对了。这个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希望这个文化还会一直传承下去。那么我们这一边呢，其实也成为一个游客很喜欢来的地方。那么游客来这一边呢，我们也会把这些故事就是讲给他听，包括很多洋人都很有兴趣，他们有些是慕名而来的，就是说有一座这样的庙，那么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呢，天天就是在讲故事。那你对灌输这种忠孝仁义这种价值观呢？对这个第三代方面呢，你有什么心得吗？就是你有什么看法吗？我们暂时没有什么心得，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尽量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把它改成双语，就是我们一般都是闽南话啦、华语啦，我们接下来应该会把它再bilingual，就是转成英语，因为
很多小孩子，比如说他来到庙里，为什么我拿3支香拜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对。好，但是我们来到这边呢，其实你拿香不拿香都一样，你心诚则灵就对了。好，所以这个是，拜神就越简单越好，越简化越好。就像我这样，我做我的 YouTube 呢，有时我写一些中文嘛，他们是读不懂的，然后是不了解。但是然后呢，他导人向善呢，就是说你来到这边，这个神明他的故事就是要你多做善事，多帮助他人。对，我觉得双语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在我们新加坡呢，我们的主要语言呢还是英文嘛，对不对？好像我的小孩这样，在中文方面就需要很大的这些，要很努力。是啊，就是。所以我们要做了，那么尽量做到就是变成每天都养成这种习惯了，就是他的忠孝仁义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基本想要做到的。好，谢谢啊。哎呀，主席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广泽这个精神嘛，哈，反正是圣公文化的这种精神。所以我们在2014年就正式成立这个队伍，到今天是刚好第9周年，第9年了，2013了啊。那么当然14年，这个我们的广泽尊王呢，第一次来新加坡是1903年，就是主庙的那个圣公金身来新加坡是1903年，第2次来呢是2014年。当中间隔刚好111年，所以那一次来新加坡我们就真正，我们把那个广泽尊王呢巡游了新加坡一圈，到每个庙宇供奉广泽尊王庙宇去拜访，还会有吗？当然我们是希望还会有，但是不能够太频繁，这样子不能。好，那谢谢，就是你分享一下这种你这个传承这些文化的一种做法跟心得。是，我们以行动来传承。有机会的话呢，我想再请教你，就是广泽尊王这尊神明的由来。跟他来讲吗？好啊，你说嘛。就是我一直来，我都觉得，我跟那个民间说嘛，说广泽尊王对我来说就是他去牧羊，然后人就羽化成仙了。对，他在16岁的时候，传说是16，也有人说13，但是应该是16岁哈，就是公元938年的时候呢，他经过那个高人的指导以后呢，他就往一个方向走，最后呢就是来到凤山那个地方，在一棵树上就坐着在那边就羽化就成神了。所以为什么他的左脚是因为他坐在树藤上他的妈妈到了那边要拉他下来，就拿他的左脚，他要把他的左脚拉下来，结果他已经是右脚已经拉不动了，对，已经作化成。所以你看到广泽尊王的他神像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要慢慢拉他的脚嘛，对，有种说法嘛。中国有人叫他调卡功啊，调卡功啊，调卡嘛。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妙音仙妃，又是怎么OK。来就出现在这个文化。你看呢，广泽尊王成神以后，就有这个妙音仙妃这个少女，那个时候是少女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呢，圣公就一个那个叉，就是法叉就飘到妙音仙妃的前面，一次妙音仙妃拒绝，第2次、第3次，最后她插在她头上。然后呢，这个妙音仙妃的父亲呢是一个道士。那么过后，这个道士呢就不同意这桩婚事，不同意但是呢，最后他们就有一些斗法以后呢，女婿跟岳父斗法。对的这个有他的故事，就等一下在我们的左脚那边你去看，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是神话了但是最后呢，就他们真的就共结联盟。我们今天选的日子。就是他们共结联盟的日子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就对了。那我们新加坡因为很多这些不同的庙宇，在他们的神诞的日期各自有庆典，我们就选这一天来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看到这么多庙宇来拜拜嘛。对，就是他们共结天门的日子，我们做这个纪念。那么为什么今天只有第4届？因为我们过去2年 COVID。我们就停了2年，要不然我们是每一年都做。那么我们是轮值，就是这些庙宇呢，轮值我们 rotate， 对啊，rotate 对了，也不是留地，我们是跟他保不会，你下一届你要到哪里，下一届你要到哪里，就是我们希望他走遍。所谓的明天你们会全部去下一届的那个地方，叫凤山宫嘛，对吧？对。还有一个
怎么说呢？我想了解的就是13太保。OK， 13太保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老家那边有2种说法，一个是他的分灵，好，一个是说他的孩子啊。那这个2个都是就是说都是好的传说了啊。我本身中国我的老家就是我们的祖籍地了啊，是第4个，他有以前最大的说是儿子哈，是高祖楚。好，大的儿子高祖楚，一高祖啊，李高罗啊 ，OK， 然后有这样的说法故事。那如果说根据我们以前老一辈传下来的故事是什么呢？以前因为那些不同的乡里啊，不同的那个乡村啊，对，过年的时候都要到凤山寺去挂贺，就是去挂贺的意思就是说去各他的香火的意思，因为它很灵很旺嘛。那么那些耕主伯，就是每个地方的耕主伯，就是地方的守护神，就要带着他的信众到那边去挂他的香火，各他的香火的意思。那因为这一个挂贺呢，引起了很多打架啊、流血啊这些事情，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分灵。以后你们就不用来，你们在那边就自己拜啊。这个是他的分灵，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嘛，对不对？对，这个是减少那些打架的事件。对，那也就有这么一个分灵的出现。但是后来呢，演变也有人说这个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但是我们这边也很灵的哈，来求孩子很灵的。你就求子。就是如果说结婚很多年，就是还没有孩子的话，你比较偏向哪一个说法嘞？都好。有些是说他13个孩子嘛，有些说是在高山上，然后呢，13个地方，对吗？就好像阿摩 Q 比山，对啊，在不同的村啊，他们各自有他们的分灵。那你过年就到那边去拜，所以你就不会那些打架流血事件。那分灵为什么他们不叫广泽尊王呢？为什么叫13太保呢？大太保、二太保。当时也是广泽尊王的，没有什么大太保、二太保，没有。这个太保是台湾人去想出来的啊，是吧？并不是祖籍地那边去想出来。哦，祖籍地就是所谓的13或者是安溪哦，他按照过去的说法是分灵哦。不过这个13太保的说法也是。很精彩嘞！对呀，他甚至有故事啊，说广泽尊王跟圣妈就是共结天门以后呢，晚上一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哭声什么啦？那么他的床底下就会有一堆泥土吐出来，他们就拿那个泥土来说那个金身，就是一个另外小太保一个说法，对吧？对，所以是精彩，就是无论如何呢，是。广泽尊王他们的就是价值观嘛，他就是圣公的文化价值观就是忠孝仁义，对吧？然后大家不妨就是主席说了嘛，这边可以求子的嘛，对呀，很灵的，很灵的嘛，大家来这边在摩马烧蛋，对，也谢谢主席，就是谢谢这次呢花了一点时间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圣公文化，因为我的印象中，我这个民间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他去坐在那边，然后羽化了。不是就变成1000多年，然后它也是一个很灵的神明，因为它会流传到这么多国家，对吗？就跟妈祖啦这些几个是一模一样，在台湾有500多都有自己的独特一个文化的，是的，对吗？大家不妨就是来这边了解一下。好，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大家用圣公圣马行3跪，求求小你跪。1叩首，再叩首，3叩首，4再跪，叩首，再叩首，6叩首。3跪，叩首，再叩首，9叩首，聖公聖馬，所有大大小小善男信女，平安，平安，平安，好不好？谢谢。
哎，谢谢主席啊，介绍了就是圣宫文化。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建筑物啊，里面隐藏着很多秘密。所以呢，要了解这个秘密呢，就必须要跟着我们的主席还有秘书长林清和一起走一走吧。好，其实不算秘密了，是特色，它有很多不是秘密，很多。对，我是秘密哦。对，因为你们没有讲，我不知道的。好吧，我们就听听主席啊，好，你当个导游吧。你看，首先哦，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一座就是我们的南安31先贤。我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南安31先贤的碑，墓碑。南安31先贤啊，就是这个吗？就是这一个啊。跟墓碑啊！你看南安31先贤，你看到吗？哦，你没说，我都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当时在1826年的时候，在 Trust Street， 当时叫做青山亭，是客家人的义山。那么很多南安人葬在那边。那么当时为了要盖凤山寺，这31座那个墓碑呢，就让位给这个广州尊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搬迁到 Bukit Brown。最早的时候，那么 Bukit Brown 因为几次的这个发展呢，它又迁到万里泽光板内的宫，就是 Zoo 现在 Zoo 的那个地方。那么后来板内的宫也是搬迁，那么那个骨灰当时是还有骨的，那么就拿去火化以后呢，就海葬。那我们就立了这个碑在这边，就纪念他们。对了，为了纪念。对的。好。现在还有一个马古耶。对，那么我们最近这个 Lornie Road 做 highway 的时候呢，又有156个没有人供奉的，就是那个南安人的那个墓碑，我们也把那个名字都写回来。我们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都有给他们做一个祭拜仪式。都在这边吗？都我们就是当作在一起祭拜。然后那些南安那些找到100多个坟墓呢，就是有人认领吗？没有，就是那些就是没有人认领。没有人认领啊。对，那我们就去把那名字写回来。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的圣宫文化嘛，就是那个。这个也是一个，是吧？我们就感恩我们的先贤嘛。对，好。那你的这一座庙，王报烧蛋这个特色在哪里呢？啊，就是特色在哪里啊？首先呢，我们如果站在这一边哦，你想象一下，如果它航拍，就是用那个 drone 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庙的设计是一个皇帝的地字形的，这个地字形，皇帝的地字。那以前如果在中国能够就是说建这样的庙的这个规模是必须是要有皇帝赐封才可以盖这样的地形的那个庙，地字形，皇帝的地字。要拍砖啊？你说或者你爬到楼上去看下来就可以了，看得到的。好。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建筑物呢，里面有好多特色哦，对不对？对。那我们请主席来说一下吧。因为首先这个建筑家这个 contractor 就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就是我们林谋胜的父亲林禄。他设计的嘛，就是他是总承包商。总承包商对了，所以就有这一个特点。那么首先能够拿到这块地，我刚才也跟你讲到，这座山叫做 Institutional Hill。那么当时 RI 本来要盖在这边的，那后来因为他用高价把那个殖民地政府给吓跑了，他才有机会买下来，那么来盖这个凤山寺。好，那么我们慢慢上去，我跟你介绍它的材料，几乎100%是从中国过来的。好，那我们看看，那这个梯级有什么奥秘吗？这个梯级等一下你自己走，你算一下，你就会知道它的奥妙在哪里。好，因为整个庙呢，我们从中间画一条线，是分2批不同的工匠来做的。当时就是这边这批就是这个工匠，对，那边工匠左右对。然后里面的 pattern 就一些就让他们去发挥了，就是我们叫做对场做。好，两个竞争。好，那我们请主席来介绍一下吧。等一下我们走到庙里面，你会看到你会很惊讶，是吧？对。走这个楼梯，这个梯级就很喘了啊。不会啦，你常走就不会喘。好，那一般上来我们走这个就是来的时候你要从右边上。一般是因为我们庙如果往外看呢，左青龙右白虎嘛。好，那你从青龙这边上去，出呢就出虎口的意思了。对，刚才我们走错啊。对，我们刚才这样走是对的。然后它的梯级这边，因为你们是分2批工匠啦，对，就是它的数量，它的这个台阶啦，就是这个 steps，有点 number 也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算一下就知道了。那我的秘书长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的哦。我跟你说平时这样就上梯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庙呢，其实呢就是2批工匠，是
对场做，对场做，对。然后呢，在里面的设计呢，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哦，很明显的不一样，很明显吗？对，非常明显。我来好几次没看到会会传吗，秘书长？56级吗？56级那边。算多少？这样要买什么号码嘞？现在算那边。好，这个你看，就这2对莲花都不一样的。就是你说的就是这样分雕刻都不对的，对吧？对的。然后不一样雕刻嘛。对。对。来，还有呢，就是我看一下。这些都是很多年的吗？还是100多年的啊？都是100多年。它的color也是100多年。我找那个凌云龙的名字给你。以前好像有color的哦，是不是？对啊，以前的color对的。这个彩色是那个。所以你说的莲花就是他们这个设计莲花，对，那边的跟这边的不一样啊，稍微不一样哈。刚刚的雕刻，对，变得图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除了拜广泽尊王呢，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古建筑物的设计啊，是有稍微不同。然后还有你看这一对石狮哈，它这个是好像Lego这样拼凑的它这个是锁住的它的脚是用这个东西锁住的，你搬不走的。锁在这个，它 lock 住的嘛，你只要进去里面看，你就看得到。它这个 base 是延伸进去里面，那么它再用这一根柱子把它 lock 住的。为什么呢？有什么典故吗？没有什么典故，就是他们的这个功夫嘛，它的风格嘛，对吧？对啊，这个它的特点。对，那么它是把它压下来的，这些都是分开的。所以这个狮子是动，你看，你要动这个狮子，就要动这个柱子啊。它下面是在这边吗？OK。你看那边就很明显了。OK。对，所以你要动这两头狮子，你要先把这个拿下来，比人家拿掉先。对，好，这边你就会看到那个当时捐这些的人，凌云龙的名字就在那边。对，是。那这个天井呢？这个就是好，今天多人了，今天不会。好，然后你看。我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进来就是两边，它的这个结构雕刻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凌云龙就是凌禄。怕吗？就是凌云龙就是凌禄。林谋胜的父亲。对了。林谋胜的父亲就是凌云龙啊。对。陆是哪个陆？陆地的陆。陆是露水的陆，陆地不是马路的路。露水。马路的路马路的路，林路。对，林路林路。好。对，好。那么最明显的结构不一样，就是你去到那个主殿，你看上去两边的那个结构，好，那个才是最大的那个特点。所以下次来我们就是，对，要注意一下嘛我们就是你站在这边，你仔细看，你看两边。来这边，它这边。好来，你看你看这两边，它的结构这边呢是用叠上去的这一边呢是抓住的，不一样，你仔细看。你们楼梯有上去不，你这边看就很明显然后它的雕花也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来这个庙呢，除了拜，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他们这个是一个艺术品。你没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庙呢有2批工匠同时进宫嘛。是的。对。还有呢，还有什么特别？还有你慢慢自己去欣赏，你去发掘。好嘞，就是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tour。对。谢谢主席介绍一下你们庙。下次来呢也要注意一下他们其实是2批工匠同时进行，结果在设计方面、雕刻方面呢都有稍微的不同。对呀，很明显的不一样。对，好，谢谢。OK，谢谢。好。